手术人就垮了。医生直言，5种疾病无需动刀，别让无知害了自己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手术似乎是治疗疾病的最后武器，仿佛病情一严重就只能走上手术台。然而，真相是，手术既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，也并非所有疾病都需要通过动刀来解决。实际上，有许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非手术的方式控制甚至痊愈，比如囊肿、脂肪瘤、子宫肌瘤等疾病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手术不仅没有必要，还可能带来更多风险和隐患。一些患者在还没弄清病情的前提下就急着接受手术，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对手术的恐惧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这样的两个极端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，还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那些无需手术的常见疾病。1. 囊肿等于癌症前兆。很多人在体检时看到报告上写着肝囊肿几个字，心跳都漏了一拍，脑海里开始疯狂冒出肿瘤、癌变、手术等词，仿佛一脚已经迈进了医院的病房。但其实肝囊肿完全不值得你大惊小怪，它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肝脏上一个安静的小泡泡，连理都不需要理，更别说动刀了。肝囊肿从本质上来说，就是肝脏表面或内部长出的一个充满液体的小囊泡，就像身体里藏了一个小水袋，这个水袋的性格通常很温和，绝大部分不会恶化。尤其是那种几毫米到1、2厘米的小囊肿，基本上你一辈子都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即使稍微大一点，比如3到5厘米，它也大概率是佛系的。只要不长得特别快，不压迫到周围的器官，压根不用担心。为什么会出现肝囊肿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可能是发育过程中某些细胞操作失误了，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增长、代谢问题或一些其他不明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并不是一种病，而是一种生理现象，就像你脸上偶尔冒出的小痘痘一样，完全没必要恐慌。当然，万事都有例外，如果肝囊肿长得太快，比如半年内从2厘米突然变成了10厘米，或者伴随了持续性的腹痛、消瘦、发热等症状，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医生会建议你做进一步的影像检查，确认是否需要干预。既然肝囊肿大多无害，那要不要定期检查呢？答案是可以，但不用过度频繁。对于小于3厘米的囊肿，每年做一次 B 超就够了。至于那些没有症状的小囊肿，其实可以直接忽略，不用年年惦记着。医生会告诉你，这种囊肿是非常省心的类型，它比你的手机还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2. 脂肪瘤必须切除。摸到身体某个地方有个软软的肿块，是不是有点慌？但其实你摸到的可能只是一个脂肪瘤，而它跟你想象中的危险肿瘤根本不是一回事，甚至可以说它是最无害的肿块之一。脂肪瘤其实是皮下的一种脂肪组织增生，简单来说就是皮下的脂肪细胞突然决定聚会，然后多长出了一小团。脂肪瘤更多的是一种良性的小插曲，没必要看到瘤字就吓破胆。至于为什么会长脂肪瘤，目前医学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，但这很可能跟遗传和体质有关。比如说，你的家人有人长过脂肪瘤，那你长的概率可能会更高。除此之外，有些人新陈代谢比较慢或者脂肪代谢异常，也可能会更容易长出这些小东西。很多人纠结的点是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恶变？答案是，大多数脂肪瘤不会发生恶变，它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，甚至可能多年都没什么变化。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，比如脂肪瘤突然迅速增大，或者伴随明显的疼痛、压迫感，这时候才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看看是不是出现了其他特殊情况。有些人觉得脂肪瘤碍眼，甚至担心它会越长越大，于是主动要求手术切除。其实这种担心有点多余，脂肪瘤的生长速度一般很慢，很多脂肪瘤几年下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想减少脂肪瘤的发生，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不长脂肪瘤，但对身体健康总归是有好处的。3. 扁桃体炎必须摘除。一提到扁桃体炎，小时候谁没听过这样的故事？哪个小朋友反复扁桃体发炎，家长一着急就跑去医院切掉了。但实际上，扁桃体并不是个多余的零件，
扁桃体的位置在咽喉深处，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它是身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，主要负责抵挡进入口鼻的细菌和病毒。可以说，它是一个免疫侦察员，帮忙识别和清除入侵的病原体。尤其是在儿童时期，如果随便把它摘掉，可能会让身体的防线露出一个洞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扁桃体炎呢？其实，这是扁桃体在对抗细菌和病毒时的一种代价。当病原体太多、太强时，扁桃体可能会打不过，自身发炎红肿，甚至出现化脓。但这并不代表扁桃体没用，相反，它是在用自己的受伤保护你，不让病菌继续往下感染。很多家长和患者担心反复的扁桃体炎会影响健康。如果每年发炎超过5到7次，并且症状特别严重，比如高烧不退、呼吸困难，那确实需要考虑手术摘除。但如果只是偶尔发炎，盲目的切掉扁桃体，不仅让身体失去一层保护，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风险。不要一遇到扁桃体问题就想着动刀，扁桃体虽然小，但它的作用不可忽视。听医生的建议，别让自己吓自己，也别让孩子的免疫系统失去一个重要的战友。4. 子宫肌瘤就得动刀。一听到子宫肌瘤，很多女性立马紧张起来。尤其是体检报告上写着子宫肌瘤乘以cm， 不少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手术、住院、风险。其实，大部分子宫肌瘤都是乖宝宝，根本不用动刀，更别急着把它跟癌症联想到一起。子宫肌瘤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肿瘤，大约70%的女性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它。可以说，它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在正常发挥，并不是外来病变。它跟子宫内膜癌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变成癌症的几率几乎为0。很多女性之所以对肌瘤害怕，是因为对它不够了解。其实，是否需要治疗，不是看肌瘤有没有，而是看它有没有闹事。如果肌瘤小，没有压迫感，没有引发月经异常、疼痛等症状，通常只需要定期观察就好。有些肌瘤确实会带来麻烦，比如长得特别快，超过5厘米。或者引起月经量增多、贫血，甚至压迫膀胱、直肠，导致排尿或排便困难。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干预了。不少人担心肌瘤会影响生育，其实这要看肌瘤的位置和大小。如果肌瘤位于子宫腔内，或者太大影响到子宫形状，确实可能增加怀孕的难度或者引发流产。子宫肌瘤不是洪水猛兽，大部分情况下，它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威胁。学会和它和平共处，定期检查，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，比盲目担心更有意义。不要让肌瘤抢走你生活的安心感。5. 老年人腰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。腰椎间盘突出是很多老年人的老朋友，一旦出现腰腿疼痛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这是不是得手术？腰椎间盘突出是因为椎间盘受到压迫，里面的髓核突出，刺激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，引发腰痛、腿麻，甚至行动不便。但不要被突出2个字吓到，突出的椎间盘不一定非得拉出来才能解决问题。对于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患者，保守治疗是首选，常见的保守方法包括卧床休息、理疗、药物止痛、适当的康复运动等。短时间的卧床能让受压的神经喘口气。理疗和康复训练则有助于恢复腰部肌肉力量，减少椎间盘的压力。尤其是老年人，身体耐受能力较差，贸然手术可能会带来更多风险。医生一般都会建议先试试保守治疗。有些人会问，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？手术一般是针对那些症状特别严重、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，比如出现持续的剧烈疼痛、严重的腿部麻木、肌肉无力，甚至大小便失禁等情况。但即便需要手术，现代医学也有很多微创手段，比如垂肩孔径手术，创伤小，恢复快，并不一定像过去那样需要大切口、大风险。腰椎间盘突出并不一定意味着手术，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调理，很多症状都会自然缓解。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腰椎，生活质量自然也会提高。结语：手术从来都不是解决疾病的唯一途径，也不应成为健康的终极目标。无论是囊肿、脂肪瘤，还是子宫肌瘤、扁桃体炎，甚至老年人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手术并不是必须的选择。
医学的本质是让患者获得最佳治疗效果，而不是盲目动刀。学会分辨哪些疾病需要手术，哪些不需要，是每个人面对健康问题时必须具备的理性态度。希望这次的科普能帮助更多人打破对手术的迷思，不再因为听说别人做了或者医生说了算，就稀里糊涂的选择手术。请记住，健康是一场长期的管理，科学、冷静的面对疾病才是保护身体的最佳方式。别让无知和恐惧左右你的选择，也别让手术变成多余的一刀。